行了。她是一个美丽迷人的漂亮女孩，因为长得好看，上学期间经常被喊家长，家里的电话更是总不停歇，甚至每天会有不同的男生拿着鲜花等在楼下，只为见她一面。然而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迷昏了实习老师，只是轻飘飘的发丝轻落，就晃动了周世谢漂浮的花心，甚至不惜抛弃好了7年的漂亮女友，在民政局当场悔婚。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不，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什么回应？我相信他是喜欢我。你凭什么相信啊？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周世谢说，原来他并不喜欢工作，原来他也是一个闲散的人，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意，甚至原来苦咖啡竟然这么的好看。他抑制不住的心动，直到他拿出送给玫瑰的手链表白。我喜欢你。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不，面对玫瑰的拒绝，周世谢竟然自以为是的认为玫瑰是在告诉他，在没有和女友断绝关系之前，他没有资格和她在一起。知道妹子毫无此意的黄振华听完直接无语了。然而自家的天仙妹子无意间坏了好基友的婚事，他很是生气。晚上回到家，他堵住玫瑰，骂他为什么不和有未婚妻的男人保持距离。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管不了妹子的黄振华只好让玫瑰这2天别去上班，他要再劝劝周世谢，只要玫瑰别出现，说不定周世谢还会回心转意和女朋友继续过日子。他未婚妻还要他？凭什么不要他呀？7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你？你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扔；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3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恰在此时，周世谢得未婚妻来到玫瑰家找男朋友领导兼好朋友素本，无意间竟然知道了男朋友嘴里的玫瑰不是花，而是人，还是好朋友的亲妹子，顿时激动了起来。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梦里喊她的名字了，怎么回事？黄一梅，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咖啡。在玫瑰眼里，他就只是和周世谢一起吃吃饭，喝喝咖啡，做的都是普通朋友间的事情；而在女朋友的眼里，这就是在约会。单独喝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就吃了1次。我喜欢你。周老师，这个不行啊！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你们还去看电影啊？没看？没去吗？那他跟我说，没去。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女朋友仍然不依不饶，他质问玫瑰，明知道黄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和他一起约会、喝咖啡、看电影。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没有。他一次一次的约你，不是你勾引他是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行了，你赶紧。他年纪大，哎，他比你哥还年轻1岁呢。听我说，哎，姑娘，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叔叔阿姨，你们看到了啊，这不是我不是啊！你有病啊！你才有病呢！不就是勾他有妇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行了。遭受无妄之灾的玫瑰被母亲强制锁在卧室。第2天清早，玫瑰就从窗户跑了出来。做错事的又不是她，凭什么要她避而不见？关芝芝一大早就来公司闹事，很快玫瑰插足周世辉导致分手的八卦传遍了整个建筑院。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时候，玫瑰光明正大的出现了。而生怕妹子被打的黄振华牢牢抱住关芝芝，劝她赶紧走。谁料玫瑰竟一把抓住关芝芝，要和她聊聊。阻拦不及的黄振华慌张的不知所措，生怕他俩在外边打起来。然而咖啡店的2人竟异常的平静。玫瑰很是疑惑，周世辉都背叛他了，为什么关芝芝还放不下他，甚至还值得他不顾体面的大闹一场？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看着关芝芝仍不死心，玫瑰决定来把大的。她看着关手上戴的链子，告诉关这根链子之前周曾经也送给她过，她没要。她很是不明白关芝芝年轻漂亮，工作也好，完全可以为自己而活，
为什么就一直抓着丑男人不放？可是在关芝芝看来，他们7年的感情失去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悔婚后他受到周围审视的目光。而他所说的这一些都不是感情的问题，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玫瑰说这才是对待感情的态度。关芝芝此刻绝对不会想到，她紧抓不放的前男友竟然收拾得人模人样，抱着一大束玫瑰来到了公司找玫瑰，不顾同事们的指指点点，是要和玫瑰一起共进退。然而玫瑰不在公司，却被黄振华撞见，头大的黄振华把他拉到杂物间一顿警告，而这警告在周世辉的眼里是对他爱情的考验。今天他就要做个为爱冲锋的勇士，于是他抱着花来到了玫瑰的学校，正好被下课的玫瑰同学碰了个正着。习以为常的众人一点都不惊讶，反而看起了好戏。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不是，我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厚颜无耻的男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玫瑰一点都不想给他留情面了，看着转身离开的玫瑰，男人赶忙追上去道歉，并且信誓旦旦的不要让他偏听关芝芝的一面之词，他一定会处理好和关芝芝的关系，让他不要有什么顾虑。玫瑰都要气笑了，看样子拒绝的太委婉，这男人是一点都不想听懂。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走吧走吧。失魂落魄的周世辉回到他和关芝芝的婚房，此时关芝芝正在搬家。事已至此，周世辉已无脸挽留。就这样，一对相恋7年差点结婚的恋人走散了。周世辉找到黄振华和他告别，他打算辞职卖房离开北京回老家。黄振华很是愧疚，觉得对不起周世辉，但又恨周世辉为了女人放弃自己的理想，试图想鼓舞他振作起来。然而周世辉的一番话让他彻底放弃。我可能会为了父母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1、2个孩子，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梅。行，再见。女人马上就要开始面试，衣领却弄上了难看的污渍。这时身边来了一位漂亮姐姐，女人想要借用她的围巾遮挡。对于她唐突的要求，姐姐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直接把围巾摘下来送给她。如此爽快倒是让玫瑰有些受宠若惊。更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人竟是今天的面试官苏更生。我看你就读于中央美院，但个人简历上的地址填写的是清华大学啊。哦，那个是我家的地址，我父母是清华的老师。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呢？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嘛，但是我挺擅长读书的，所以呢，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听完玫瑰的介绍，旁边的男人竟然直接要求她入职。苏苏狠狠瞪了他一眼，他给玫瑰出了一个考题，让她从艺术的角度说明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戴这个围巾。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玫瑰凭借自己完美的回答，顺利进入到了第2轮的面试。面试她的蒂娜江也是一位美人，当着她的面就开始补妆。这支，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玫瑰凭借自己出色的审美顺利入职。苏苏带她参观了公司，告诉她身为蒂娜的助理，每天来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的办公室打扫卫生，文件要分类摆放，尤其是酒柜里的酒要特别注意。酒呢是Tina续命的东西，那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开始喝酒，自己小心一点，他要骂人了。很快玫瑰就见识到了蒂娜的厉害，因为同事没能约到滕先生，被她狠狠骂了一顿。去找解决方案，懂吗？出去。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蒂娜让玫瑰把她的午饭拿来，玫瑰发现里面有黄色的玉米，她想起刚才蒂娜说自己的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立刻把里面的玉米扔到垃圾桶，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红苹果，洗干净之后放到餐盒里，避免踩雷。玫瑰好奇滕先生是谁这么难约，苏苏说他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今年的中法交流季是他们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办，滕先生有几幅藏品蒂娜非常喜欢，不管哪一幅出借给他们都能够成为焦点，但是滕先生很神秘很难约。苏苏让玫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自找麻烦，可玫瑰偏偏想挑战自己，没有请柬去参加宴会，被发现后肯定会被轰出来，于是玫瑰假扮成客户来到酒店，说要为公司订一间宴会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员工通道顺利来到了宴会现场。玫瑰借口到洗手间把背包放
放在洗手台上，立刻开始了换装。烈焰红唇大波浪，一袭黄色晚礼服亮相宴会，马上就成了名片搜集者。他听到酒店员工说要给滕先生送白兰地，立刻跟了上去。看到服务员把酒交给一位年轻的男士，玫瑰主动上前用英语搭讪，却发现自己找错了人。你不是滕先生？我没说我是滕先生。你是觉得说英文比说中文更好骗人是吧？我为什么要骗你？先生你好，滕先生正在找您。好的，谢谢。你不是要找滕先生吗？跟我来吧。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单身30年的哥哥给妹妹当起了恋爱军师，竟然精准的拿捏了霸道总裁。这天，玫瑰偷偷跑到对手公司的宴会，想要见一面神秘的滕先生。她听到酒店员工说要给滕先生送白兰地，立刻跟了上去。看到服务员把酒交给一位年轻的男士，玫瑰主动上前用英语搭讪，却发现自己找错了人。你不是要找滕先生吗？跟我来吧。在男人的引荐下，玫瑰意外地见到了滕先生，但是他今晚要去香港，恐怕没有时间见他的老板。可是玫瑰依旧想为蒂娜争取半个小时的会面时间。你现在马上来中国大饭店，半小时之内必须到。咱俩谁是谁助理啊？滕先生就在我旁边，他只能给您半小时。来了。蒂娜脚踩油箱，马不停蹄地赶来。虽然没有立刻和滕先生达成合作，但是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为后续合作创造了条件。蒂娜让玫瑰开车把她送回家。玫瑰发现她的状态十分的不好，擅自决定把她送到医院。蒂娜是慢性胃溃疡，晚饭只吃了沙拉，又喝了很多酒，如果就医不及时会出现大问题。玫瑰胆大心细，而且做事有能力，知道随机应变，更加得到蒂娜的赏识。干嘛？报销。缇娜个人的部分等她醒过来要，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去走财务报销流程。我没钱，我怎么回家呀？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经过这晚的事情，玫瑰对庄国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悔没有要他的联系方式，于是他向缇娜主动申请加入中法交流季的项目。而他的司马昭之心蒂娜已经全部知悉。很快，他和庄国栋再次见面，发现他也是众星拱月，各种各样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从小到大，玫瑰就是那轮明月。今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也是那颗普通的星星。你这是为情所困了，世辉啊，你可以瞑目了，有人替你报仇了！哈哈哈哈哈哈！呀，动手呢？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2种人最不会谈恋爱，一种是长得惨不忍睹没机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脸往那一摆，他就是个大杀器，根本就不用出招，所以也就不会招。要是人家也有大杀器呢？那就得用点技巧了。哥哥说视觉是吸引男人的最简单的办法。玫瑰一身红黑的搭配出现在众人眼前，立马成了焦点。但是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无论庄国栋提出什么样的方案，玫瑰总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哥哥的馊主意果然起到作用。会议结束后，庄国栋就主动添加了玫瑰的联系方式，名义上是方便讨论工作，其实庄国栋对玫瑰也是一见钟情，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要玫瑰的电话号码。两个人都很矜持，虽然有了联系方式，却谁也没有主动联系。直到有一天，振华去接妹妹下班，他从庄国栋的眼神里看到了嫉妒。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不知道。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你多管什么闲事啊？感谢你干嘛呀？要说你不懂谈恋爱呢，你。很快，庄国栋就发来了问候的短信，振华却让他不要回答。哎呀，回什么呀？什么都不回了。那就没下文了呀。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戛然而止，懂不懂？止什么止呀？我下个星期跟缇娜出差去上海，那就见不到了。那更好啊，战略性失踪。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你听哥的，他发什么你也不回。玫瑰费尽心机，终于搞定了庄国栋，确立了亲密关系。怎料第二天就闹起了分手，只因那天两人在饭店约会，恰巧碰到了庄母。而庄国栋介绍玫瑰时说只是同事。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不用，你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接着点菜。那天家宴，庄国栋再一次目睹了父母糟糕的夫妻关系，以及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他顿感乏味，愤怒地走出了酒店。看到大街上的车水马龙，他突然就想起了明媚热烈的玫瑰，于是他拿起手机给玫瑰发信息，问她什么时候回北京。喜欢打直球的玫瑰一个电话就拨了回来。你是不是想问我上次来接我的是不是我男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跟我哥长得像吗？两个人互相表达了爱意。他回到北京时，庄国栋到机场接他，两个人干柴遇到烈火，
一路从电梯啃到了卧室，从6点半缠绵到了后半夜。庄国栋在床上精疲力尽的睡着，玫瑰捏手捏脚的回到家，被哥哥抓个正着。他后半夜回家，害得哥哥向父母撒谎替他隐瞒。玫瑰嘴上说是陪老板应酬，可振华却在他的身上闻到了一股男士香水味。你不会跟那个什么蓝衬衫在一起了吧？我陪我们老板吃饭。胡扯！刚出差回来就去应酬啊？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才回来的。飞机晚点，我拖这个行李箱，连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容易吗？我。振华对妹妹说的话半信半疑，主要是他没想到妹妹和蓝衬衫的感情发展得如此迅速。就在这时，玫瑰又收到了庄国栋发来的问候短信，他想看看，却被妹妹轰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振华要送妹妹上班，妹妹以为他是要顺路办事，没想到哥哥却是要到公司找老板麻烦。玫瑰只能拿苏苏当挡箭牌，说苏苏就是他的老板。哥哥毫不客气地质问，到底是多么重要的工作，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应酬到凌晨2点，完全不考虑员工的健康问题。苏苏看到了玫瑰恳求的眼神，替他隐瞒了真相，但还是把振华对了一顿，说玫瑰是自愿加班，加班费1分不少，交通费全额报销，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上报人事反映。送走了哥哥之后，玫瑰马上给苏苏道歉，说他不该拿苏苏当挡箭牌。苏苏却提醒他，公司不是带薪谈恋爱的地方，以后不要拿工作当挡箭牌，出去约会不想被知道就把谎话编得圆一点。我跟你说的话，你自己过过脑子。你怎么这么冷血啊？我是什么人用你来评价吗？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我不会把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但是你也别把个人情绪发泄在我身上。那我劝你，也别太相信人类的情感。你现在不知道，过2次就明白了。苏苏的话一语成谶。中午，庄国栋和玫瑰在餐厅约会，意外遇见了庄国栋的妈妈。庄国栋却隐瞒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玫瑰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被认真的对待，立刻翻脸1秒分手。看到妹妹两眼泪汪汪的回家，振华马上向妹妹道歉。早晨大闹公司是他太鲁莽，玫瑰说和他没关系，是他失恋了。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跟那个蓝衬衫，他拒绝你了？他敢？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哦，你自己。这时庄国栋打来电话，玫瑰一怒之下把手机摔了。振华马上猜到妹妹肯定是吃亏了，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玫瑰的不回应让庄国栋不知所措，看到儿子魂不守舍，妈妈提醒他玩阴的别被阴啄了眼睛，毕竟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比公司换模特的速度还要快，玩可以，但是不要因为感情影响了事业。庄国栋说玫瑰和其他女孩不一样，他给玫瑰送了道歉的玫瑰花，玫瑰直接转送给了前台小妹，对于黄国栋的主动示好更是爱答不理。手机为什么关机？没关机，换号了。庄国栋让玫瑰把新号码告诉他，玫瑰不给转身离开，他想来个壁咚，玫瑰踩他脚，多分点理解。苏苏看到这一幕，猜到他们肯定是分手了，给玫瑰送了一块三明治为昨天的争吵道歉。玫瑰也给他送了一杯特调咖啡。陪我加班啊？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庄国栋一直守在大楼外，玫瑰一出现就把他拉到一边，霸王硬上弓。干嘛呢？撞见亲妹子和男友在楼梯间互啃，狗粮都喂到了他嘴里。昨天摔坏的手机还没有修好，两个人就和好了，这速度着实超乎了他的想象。听说庄国栋是打车来的，振华非要送他回家。玫瑰知道自己老哥绝对没憋好屁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新呢？我可拆小了是吧？用我的时候我是军师，我现在人到手啦，不需要你啦。自己宠大的妹子贴脸开大能怎么办？当然要忍着。但今天这个门，大舅哥认定了。说话间，黄振华就查起了户口。当听到庄国栋一把年纪，不仅没车没驾照，还喜欢喷香水之后，露出了轻蔑的表情。眼看气氛冷了下来，玫瑰赶紧拿起手机给庄国栋支招，不仅告诉他哥哥喜欢打篮球的爱好，还告诉他哥哥是建筑设计师。玫瑰假装要去上厕所，给二人留下相处空间，让庄国栋想办法搞定老哥。说话间，一瓶饮料一饮而尽，庄国栋顺手把易拉罐扔进桶里，男人该死的胜负欲立马就来劲了。黄振华拿起易拉罐就抛了出去，毫无意外的没进桶。于是身为校篮球队主力的黄振华不服气的再次抛了起来，结果还是没进，一次又一次，次次三不沾。易拉罐手感不行，你那刚才肯定是蒙的。黄振华说他以前可是打前锋的位置，投球的命中率根本无需多言。庄国栋没收住惊讶，毕竟黄振华的身高并不占优势。然而这种反应让黄振华立马不乐意了，说着竟比划起了二人的身高。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
这不就这些吗？对于他的无赖行为，庄国栋顿感无语，转眼间就找到了让他心服口服的方法。只见他一个起跳，成功摸到了期间。黄振华目瞪口呆之余，只剩下嘴硬。今天是要找回面子，说着就要起跳触摸期间。他纵身飞跃，差点摔倒，身体素质不行，他怨起了鞋子不合脚。实力当前，他不得不承认庄国栋是有点东西，不仅留了电话，还约好一起打球。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款多吗？多呀，那号全吗？全。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下次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能打折。还能打折？必须的。那别下次了，今天就去吧。现在啊？行，我先打给他。择日不如撞日，说买就买，开车就走。哎，等我。没灰。你是神经病！你怎么想的你？你忘了还有个大活人啊！对不起，真的是神了！你妈有你这么当哥的吗？有你这样的吗？我疏忽了，对不起，我错了。庄国栋又聊起了大舅哥的工作，故意请教他关于建筑设计的问题。黄振华疯狂炫技，庄国栋一顿彩虹屁成功搞定了大舅哥，从此与玫瑰开启了甜蜜的同居生活。想必来自美人的甜蜜缱绻，恩爱秀到了公司门口，苏苏提醒他大门未界，公私分明。玫瑰和庄国栋谈恋爱的事儿传到了蒂娜耳朵里。过2天，滕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他们公司的名家展开幕。蒂娜想让玫瑰和庄国栋说一声，让滕先生把档期分给他们一点参加开幕。玫瑰以自己已经不在项目组为由，直接拒绝了。她不想利用恋爱让男朋友做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而且他们2家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她也不想让男朋友违反原则。蒂娜以过来人的角度告诉他，爱情和人脉资源以及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他只想单纯的拥有爱情，那么以后受伤的肯定只有自己。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发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闻言，蒂娜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玫瑰的心思在她看来还是过于简单了，她想公私分明维护男友，可庄国栋作为一个情场老油条，未必会像她这样想。玫瑰和庄国栋又分手了，这次没有砸手机，而是把庄国栋的房子砸了。那天，玫瑰向父母宣布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妈妈看过照片之后，夸庄国栋长得一表人才。爸爸看他颧骨有点高，问玫瑰他脾气是不是不好。没想到黄爸还会看面相，妈妈让玫瑰把庄国栋约到家里。与此同时，庄国栋收到了巴黎总部的入职通知，内心十分激动，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妈妈，兴奋地在房间旋转跳舞，无意间瞥见墙上和玫瑰的合影，心情一下由激动变成了沉默。他在思考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友，而此时玫瑰又发来消息，下次见面有好消息要告诉他。对于玫瑰的恋情，爸爸表现得有些担心，总害怕会像上次的周世辉一样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妈妈说玫瑰机灵得很，让他不要瞎操心。第2天，庄国栋问玫瑰会不会为了他辞掉工作，玫瑰稍作思考，把这个问题反问给了他，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这个巴黎可以呀。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哎，那去巴黎的话，1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我假。哦，对了，我还没护照。玫瑰开始幸福的规划去巴黎之前各项准备。庄国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站起身给玫瑰倒了一杯水，掩饰自己内心的波动。玫瑰说爸妈想见他，让他到家里做客。庄国栋认为2人的感情没必要牵扯2家人，因为他爸妈糟糕的夫妻关系，他不希望爸妈干涉他们的感情生活。玫瑰说亲情才是最稳定的感情，见了父母他们的关系或许才更进一步。果冻看出玫瑰有些不高兴，答应他下个月从广州出差回来之后就去见他的爸妈。在果冻出差的时间，玫瑰买了花朵装饰房间，无意间看到电脑上有一封来自巴黎的邮件，他以为是果冻在偷偷规划去巴黎的旅行，给他准备惊喜，十分开心的开始搜索出国前需要做的准备，如何申请护照，如何做旅游攻略，喜悦充盈着他的脸庞。傍晚外面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果冻给他打了视频电话。不好意思哦，提前知道了你给我的惊喜。什么惊喜？巴黎呀，你是不是在偷偷计划旅行的事情啊？果冻告诉他那不是旅行社发的邮件，是巴黎总部发的入职通知。果冻无法直接面对玫瑰，他让玫瑰打开邮件自己看。得知庄国栋要去巴黎工作，玫瑰马上崩溃了。他质问果冻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他们约定了要相互坦诚。果冻解释说入职申请是他在认识玫瑰之前提交的。玫瑰问他如果是在认识他之后，他是否还会提交那份申请。庄国栋答非所问，玫瑰不停地追问，庄国栋逐渐失去了耐心。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无理取闹？我一会儿跟同事开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庄国栋强行关掉了视频通话，玫瑰给他发了短信又打了电话，他统统拒绝，还关上了手机玩起了失踪。和庄国栋失去联系后，玫瑰开始在网上查找广州的酒店，打了好几个电话，却根本不知道庄国栋住在哪个酒店。他疯狂地坠入了爱河，那份深情如同烈火般燃烧在他的心中，让他无法自拔。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遭遇了背叛，那份深情在一瞬间变得支离破碎。玫瑰喝了酒，把房子砸了，宣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闹出的动静遭到了邻居的投诉报警。庄国栋爸爸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告诉警察自己不会追究责任，只要玫瑰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这时苏苏来了，看到乱作一团的房间以及心力交瘁的玫瑰，很是担心。那你不问为什么把他家砸的又不是我家。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天？对啊，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回到家，苏苏说自己是玫瑰的领导，今天加班太晚了，顺道送她回来。在苏苏的掩护下，爸妈没有发觉玫瑰的异常，躺在床上，玫瑰辗转反侧睡不着。国栋下班回到家，看到了玫瑰和爸爸发来的消息，才得知玫瑰的疯狂举动。他等在玫瑰家楼下，想要挽回这段关系，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因为我去法国了，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不然呢？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分手吧。你别后悔。玫瑰和庄国栋分手之后，庄国栋的爸爸老庄请玫瑰吃了一顿饭，想要劝他们复合。自从分手之后，两个人就互相保持了沉默，谁也不联系谁，但是又在心中放不下彼此。所以庄爸问玫瑰到底还爱不爱国栋。振华和国栋打篮球的时候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打完球之后，振华腰酸背疼，看来他也是时候锻炼身体了。他在二手论坛买了一对哑铃，没想到卖家竟是他的老冤家苏苏。振华付完钱之后，盛哑铃的纸箱子烂了，砸到了他的脚趾头。苏苏处于人道主义精神，把他送到医院，并且给他租了一个轮椅。玫瑰把他送回家，振华问他是不是把国栋家的房子砸了，是不是真的要和他分手。玫瑰沉默了一会儿，不太确定的嗯了一声。正好，我们单位新分来一个研究生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你要是把小郑放生了，我介绍他俩认识认识。你凑成对儿，你是能赢钱还是怎么样？你看，舍不得吧？振华问玫瑰为什么生气，玫瑰说她冷暴力。振华语重心长地劝说玫瑰，她应该长大了，不能要求男人成天以她为中心。这次他们俩矛盾的根源是因为国栋要去法国，玫瑰认为他做决定之前应该和他商量一下，但是这种事玫瑰自己也未必能做到。她大学的专业上班找工作从来也没和爸妈商量过。振华其实很欣赏国栋，在他这个年纪能做到工作目标明确的，他也只见过2个人。就在他这个年纪，能像他这样目标明确、执着于理想的人不多。他是我认识的第2个。第一个谁？我呀。哼，能为了理想坚定的男人，大概率也会为了感情坚定。就算他去了法国，他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因为放风筝那根线在你手里牵着呢，他能飞到哪儿去啊？是不是？国栋在玫瑰楼下等他回家，玫瑰搂着他的脖子狠狠咬了一口，2个人重归于好。玫瑰将墙上的红酒印创作成了一幅油画。那天在你家门口碰碰，送你这幅画，当做是补偿。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我还不信。前2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我看看你是谁？你是黄一梅吗？到底哪个才是你啊？国栋跟总部申请了延期入职，妈妈知道他还在谈恋爱，再次提醒他玩阴的别被阴着了眼睛。国栋说这次他是认真的，妈妈让他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这个机会决定他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他也是出国留学过的人，目光不应该那么短浅，不要像他爸爸那么没出息。振华这边因为被苏苏的包装盒砸了脚，给了他差评。苏苏上门兴师问罪，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我也替你租了，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我告诉你，
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越漂亮的女人，感情上就会越坎坷，玫瑰也不例外。庄国栋为了前途，还是去了巴黎，独留玫瑰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相思。他们在机场难舍难分，海誓山盟，说尽了甜言蜜语，做了无数个约定。玫瑰忍着内心的不舍，终是哭着送走了庄国栋。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国栋到达巴黎，第一件事就是给玫瑰打去了电话。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也想你。我相信这时的他们一定爱惨了对方，然而时间无语，会给所有的问题一个答案。庄国栋一语成谶，距离永远都是嵌在爱人之间的鸿沟。起初庄国栋看到衬衫还会想起和玫瑰的嬉戏打闹，还会想起和玫瑰之间的甜蜜过往。他们都在努力地克服着各种问题，比如时差，比如卡网。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发光发热。玫瑰在上海第一次的策展十分成功，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国栋，国栋却说自己在开会，敷衍了过去。玫瑰心情顿时由兴奋变成了失落，他说晚上会给玫瑰打电话。玫瑰一直都在等待，他时不时地查看手机是否收到了消息，但是每一次都有些失望。直到他辗转难眠给国栋打去了电话，国栋说他刚好下班，正准备回家。玫瑰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让他早点休息，语气中都带着心疼。那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能休息，我们打视频。可国栋却在酒吧陪领导社交，直到第二天的视频电话中，玫瑰才发现了事情的端倪。Come on, you've been like this for one day. You've been yawning like this for one day. What did you do with yawning last night? Come on, tell me. What is this guy? 我室友特别爱开玩笑，他胡说八道的，你千万别当真。女人的第六感一旦怀疑都是真的。尽管庄国栋做了解释，玫瑰还是从网络上找到了庄国栋加班的图片，在手机上确认了日期之后，她很生气庄国栋的隐瞒，于是她把他们在酒吧喝酒的图片发给了庄国栋，而庄国栋只是看一眼，没做任何解释，继续开会。玫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等了很晚，终于等到庄国栋的视频连线，哪料庄国栋根本没有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一开口就调侃玫瑰很厉害，照片都能找到，简直是福尔摩斯附身。玫瑰很失落，气得不想讲话。庄国栋却以为玫瑰生气是因为她在酒吧接触了异性，于是他体贴地解释说，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我没说谎啊。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死寂一般。此刻庄国栋觉得玫瑰有点小题大做了，他都这么为他考虑了，他还不领情，紧抓着这点小事不放，他感到很是疲惫。难道他就应该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该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吗？就算不是加班，难道他就没有去酒吧喝一杯的权利吗？还是说他就喜欢像他妈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管着他？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为了给男朋友一个惊喜，玫瑰不远万里一个人偷偷跑到巴黎，却意外撞见女领导陪着国栋回家。为了这次见面，玫瑰拒绝了蒂娜的工作安排，她向蒂娜请假，甚至写好了辞职信。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值得。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蒂娜无奈之下只好答应给他假期。为了这次见面，玫瑰特意学习了法语。她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她买了很多衣服，想要以最好的状态见到国栋。她想象着自己突然出现在国栋面前，他该是多么的兴奋。可此刻国栋并不在家，他从中午一直等到了傍晚，看到了女领导陪着男友回家。看到玫瑰的第一眼，国栋是兴奋的，两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他高兴地向奈欧米介绍他的女朋友玫瑰，他们互相问候。奈欧米识趣的不再打扰他们。Oh wait, je vous envoie le nouveau contrat ce soir. Ma petite amie est venue à l'improviste, c'est un peu compliqué. D'accord, vous en faites pas. S'il y a le moindre souci, vous m'appelez, d'accord? 国栋特意和奈欧米用法语对话，却不知道玫瑰听懂了他们的对话。玫瑰的旅游签证现在只剩下2天的时间。一番浓情蜜意之后，国栋又开始着手工作。明年他的轮岗就会结束，如果可以做到市场部经理，他就可以申请永久居住。国栋想要让玫瑰一起陪他待在法国，但是他擅作主张的计划不是玫瑰想要的。那我爸妈呢？还有我的工作呢？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这是正确的决定啊。但那不是我的决定。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不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吗？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
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两个人再次发生了小小的争吵，果冻主动向玫瑰道歉，这不过是他的计划而已，未来一切都未可知。第二天一早，果冻就把玫瑰拉了起来。原本他向公司请了1天的假，但是公司临时有事，他需要在3点之前赶回公司。他带着玫瑰走马观花似的参观了卢浮宫，在埃菲尔铁塔前匆匆合了一张影。果冻只顾着赶时间，完全没有注意到玫瑰失望的表情。他带着玫瑰来到公司，玫瑰看着视频上的动画，突然发现他们看似在一起，事实上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在发生之前，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拉扯、自我怀疑。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果冻带着玫瑰参加了妈妈公司的晚宴，两个人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或许正是那一刻，玫瑰看不到了两人的未来。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在巴黎的最后一晚，玫瑰看着果冻和前女友热聊，前女友的眼神中还饱含感情。果冻的母亲用不屑一顾的眼神看着玫瑰，仿佛都在说明她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离开巴黎前，她没有叫醒熟睡的果冻，而是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他们的关系已经在向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当玫瑰得知蒂娜怀孕之后，则帮她下定了决心。原本玫瑰一直以为蒂娜是单身，苏苏告诉她，蒂娜和老顾是在纽约上学的时候认识的。蒂娜能够进艺术圈也是她丈夫牵的线，他们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2个月前，蒂娜去香港就是去谈离婚的事情。江总，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这个怀孕跟离婚这2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蒂娜说他们2个还是相爱的，既然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玫瑰问她离开爱人又放弃孩子，将来会不会后悔？蒂娜说老顾一个人在香港，她一个人在北京，2个人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虽然说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她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蒂娜和顾老师的经历就像是玫瑰的前车之鉴，所以当她和国栋再次视频通话时，国栋高兴地向玫瑰分享，他市场部经理的职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需要在这里工作5年，他就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此时玫瑰正式和他提出了分手。又怎么了？怎么我一提永居你就这么大意见呢？才5年，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了。我没意见，我也不想跟你吵。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嘴边的？黄一梅，我提醒你，你要是再提，我可当真了。这次是认真的。行，那我就睡了你的愿。他们在一个雨夜定情，也在一个雨夜分手。玫瑰独自漫步在雨中，她的泪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仿佛将心中的痛苦与悲伤都冲刷干净。玫瑰喝了2瓶茅台，把自己灌醉。振华把烂醉如泥的她抬回家。振华感谢苏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一直陪着玫瑰。2人喝了一点红酒，苏苏有些拘谨，总是随时保持警惕。振华让她在这里可以放松一点，酒精开始发挥作用，振华逐渐上头。第2天，在苏苏的腿上醒来，2个人都慌张的不知所措。是应该警惕一点啊。玫瑰来到国栋在北京的家，将自己的个人物品打包扔了。她深知心中仍存爱意，却毅然决然地抹去了他们曾经相爱的痕迹。这份割舍虽然痛苦，但她明白这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她相信在生活的转角处，总会有下一个人在等待她，拿着爱的号码牌。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
玫瑰和庄国栋分手之后，亲手抹去了两人爱情的痕迹，失恋的痛苦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无力抵抗，只能无助地躺在地上，渐渐陷入沉睡，却不慎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对面没有任何声音，让妈妈担心的一夜没有睡着，给他发了很多短信，打了很多电话。第二天，玫瑰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被爸爸狠狠教育了一顿。玫瑰想要通过工作疗愈自己的伤口，胡可家慈善义卖的项目一直是韩英负责，蒂娜让玫瑰给他打下手。胡可家是一名自闭症儿童，却有着很高的绘画天赋。这次的工作让玫瑰发现有些患有脑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他们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玫瑰想要考研读心理学，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跟分手有关系吗？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爱情很重要，但人不能只有爱情。玫瑰考上复旦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后，从公司辞职，儿行千里母担忧。妈妈带着她买了很多生活必需用品。原本玫瑰担心自己读心理学，妈妈会骂她任性乱选专业，但是妈妈却一反常态的支持。她告诉玫瑰，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爸爸不高兴的时候喜欢摆弄花草，振华打球钓鱼，他不高兴的时候就做饭。只要油烟机一打开，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吸走了。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哎呀妈，没这么诅咒亲闺女的啊！凡事都有原因，但不一定都有对错。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也不问。我不盲目偏袒你，但我无条件支持你。有时候痛苦，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玫瑰在家里收拾衣服，准备南下上海。她取出那件第一次见国栋时穿的黄色晚礼服，比划了很久，放下又拿起，最后还是选择戴上。学校报道的第一天，玫瑰散发的气质就吸引到了方协文的注意。他伸手帮玫瑰拿行李，被拒绝。方协文号称是9亿少女的梦，追求她的人也很多。在上海1个月，玫瑰找到了一个在德国啤酒屋当服务员的兼职。方协文通过灵敏的嗅觉，很快就找到了她工作的地方。他拒绝了原本轻松的家教工作，也来到了这里。这天，玫瑰遇到了一个口吐方言的女人，根本听不懂她在叭叭什么。金枪三名自家算完过，青椒给了签到讲家热，搿件侬听清爽了吧？哎呀，我搞糊涂了，我点眼菜哪能介吃力了啦？阿姨说她要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方协文发现玫瑰根本就不缺追求者。有一个男人连续在啤酒屋点了1个星期的大餐，只为打听到玫瑰的名字。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在店里教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方协文对玫瑰处理事情的手段十分欣赏。下班后，他看着玫瑰上了公交车，一个头戴帽衫的男人紧随其后。方协文担心她的安全，在后面骑着28大杠一路尾随。玫瑰听着歌放空大脑，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直到看见玫瑰安全地回到学校。方协文满头大汗地露出憨憨的笑容。振华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到欧洲出差3天，其中有1天的休息时间可以去巴黎。不是要劝他和国栋复合，虽然他们分开这么久了，但是哥哥知道他心里还是很难受。他既不希望妹妹因噎废食，也不希望她饮鸩止渴，只有把心病连根拔除，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早就除了，不谈恋爱也不是因为他。你没事了，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你有没有话要带给他？我房间抽屉里有一串小熊钥匙，帮我给他。还有，别把我上海手机号告诉他。我被性侵过，我继父强奸了我。那天苏苏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继父开车撞了人，妈妈要把房子卖了替他还账。苏苏不同意，那栋房子是他爸爸留给他的，谁都不能动。人是你撞的，你要赔不起钱，那就赔命吧。哎呦，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他不是我爸。那你要不管这钱，只有2个办法，要么就把这房子卖了，要不就让你弟退学出去打工赚钱。小杰，来，你来跟你姐说，你想不想上学？苏苏对他的妈妈简直无语了，他把弟弟拉出去，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被侵犯的那件事。弟弟摇摇头说自己那时候小，记不清楚了。苏苏知道他根本没有忘。16岁那年，苏苏被继父强暴，他那时候小，害怕不敢告他，现在想告他却没有证据。卫生间门上的通风口一直没有拆，弟弟当时就趴在上面看着。弟弟说爸爸一生气就打妈妈和他，他也害怕。苏苏没有强迫他，只能把房子买下来，让他们不要再打主意。那钱，明天我打给你。好，房子你跟小杰住啊，他要是敢再犯浑，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你在北京挣大钱，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苏苏赶紧挂断电话，有这样的母亲实在让她感觉到恶心又无奈。这段时间振华总是联系不到苏苏，向公司请假后来到了她的家乡。苏苏敲开门直接吻了她，振华当时就懵了。一夜的温柔乡过后，第二天振华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苏苏说她已经回北京了，昨晚的事情她不用负责。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此后的几天，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消息，苏苏都没有回他。振华向他告白，依旧杳无音信，他只能向妹妹求救。玫瑰说，苏苏就像是一只猫，看似不近人情，但是只要你跟他相熟，就会知道，他只要是不讨厌就是喜欢。但是苏苏的冷漠依旧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苏苏找上了门，振华十分意外，以为搞对象的事儿要成了。苏苏却告诉了他一个隐瞒已久的秘密，他被继父性侵过，胳膊上的伤疤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他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不仅不相信，还打他，骂他是不要脸的小婊子。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振华一时之间除了震惊不知所措。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好长一段时间，振华都魂不守舍，他不知道该对苏苏说些什么。苏苏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玫瑰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肯告诉他。苏苏回信说问题一直都在他的身上，振华只是偶然间看到了他阴暗的一面。玫瑰说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他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他不能，他不该，而不是他不想。他让苏苏跟振华好好谈谈，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但是现在的选择权其实是在振华的手里。那天振华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捧着一束鲜花，西装革履的。想了这么多天，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苏苏。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小芳，关了小芳。这是方协文第一次在玫瑰面前展示出暴力的一面，只因为男人伤害了他此刻最在乎的人。就在刚刚，男人在啤酒屋打了自己的老婆，玫瑰上前阻止，并且询问女人是否需要他帮忙报警。醉酒的男人直接推倒了玫瑰，方协文当时就恼了，重拳出击，男人根本没有还手的力气。啤酒屋的同事拉开方协文，担心他真的闹出人命，却被男人抓住机会反击，用杯子打伤了方协文的眼眶。医生叮嘱玫瑰今晚得有人守着，以免出现突发情况。因为方协文的伤口离眼睛太近，医生没有打麻药，直接对伤口进行了缝合。方协文第一次有机会抓住玫瑰的手，但是伤口的疼痛还是让他止不住的颤抖。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都被啤酒屋开除了。虽然玫瑰是为了阻止男人打老婆，但是警察告诉他们，对方夫妻俩都说是方协文先动手。他不仅要赔偿啤酒屋的损失，还要赔偿对方的医疗费，并且对方享有对他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玫瑰想要为方协文争辩，方协文却选择吃下这个哑巴亏。在玫瑰的搀扶下，方协文回到了住所。玫瑰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一刻没有停歇，又马上烧了一壶热水给方协文擦脸。虽然玫瑰的家境很好，但是干起活来非常利索。方协文紧了紧怀抱，玫瑰这才发现他的家里没有电暖气，全靠一身正气取暖。他马上跑上楼，把自己的电暖器拿下来取暖，并且给方协文铺上了电热毯。看着玫瑰忙前忙后的身影，怎么能不令人心动呢？玫瑰让方协文躺在床上休息，而他则披着一个披肩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喷嚏。方协文让他坐到床上，有电热毯暖和些。玫瑰顿时有些害羞，方协文连忙解释，他就是怕玫瑰冻着，让他不要误会。两人的关系第一次这么亲近。玫瑰抬起头，竟然发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方协文说这是他在一个画廊里发现的，这是上次玫瑰来上海考察场地时留下的照片。在一个老洋房里啊？对，老洋房里。然后你就要来了？其实我是偷的，送你了。两人聊起了自己打架的经历，无意间手触碰到了一起。方协文说玫瑰的手很凉，他悄悄地在被窝里抓住了玫瑰的手，玫瑰没有反抗，两个人逐渐靠近，两个人的初吻被丢丢打断。第二天他们就带着丢丢去做了绝育手术。很快就到了方协文毕业的时间，玫瑰问他有什么打算，方协文说他已经收到了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录取通知。听到这话，玫瑰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丝的失落。祝贺你。我知道，我想在上海再待2年。方协文并没有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开，这让玫瑰有些欣慰。他给苏苏打了视频电话，张口就喊嫂子。今天是苏苏的生日，苏苏给玫瑰展示了振华送她的礼物，是一对哑铃。他非说我们是因为哑铃结缘的，所以一定要送我哑铃，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真的是无语。那你应该再给他搅面来一下，这样更有纪念意义。
苏苏已经和振华正式谈起了恋爱，他问玫瑰是不是也已经喜欢上了方协文，玫瑰没有回答，但是苏苏看出来她害羞的脸红了，她羡慕玫瑰天生有一种爱人的能力。这天蒂娜来到上海出差，两个人久别重逢，玫瑰今天的打扮让蒂娜十分意外，完全没有了之前在北京的精致。她让玫瑰晚上陪她参加一个时尚活动，让她复习一下社交技能。玫瑰换上了那件黄色的晚礼服，依旧美艳动人。这时方协文敲响了她的房门，似乎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那算了。你有什么？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方协文第一次见玫瑰的爸妈时，虽然说话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却让爸爸总感觉不太踏实。很多人猜测方协文砸锅卖铁的对玫瑰好，终究只是一场杀猪盘的骗局。当玫瑰拒绝蒂娜带她见世面社交的邀请，她就已经陷入这场赴汤蹈火的爱情。跟这些转过头就没有交集的人寒暄对她已经没有意义。她现在更想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她给方协文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煮了2碗长寿面，唱了一首生日歌。两人在这一天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时间一晃2年过去，玫瑰第一次带着方协文回家，平时接到销售电话都能聊起来的社牛哥哥却对方协文爱答不理。他看出方协文是小地方来的，不够大方，为人拘谨，在他的心里还是更喜欢庄国栋这个妹夫。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是没拿他跟别人比，那他跟你站在一起，可别像你跟班的不般配。爸爸喜欢藏书方协文就陪他聊书，妈妈喜欢做菜方协文就向他请教菜谱。如果以后玫瑰选择回到北京，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陪她来北京。现在已经有一家国企给他送了录取通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是能够陪着玫瑰在北京。他更多考虑的是工作地点和稳定性。方协文的话完全拿捏了玫瑰，也说到了爸妈的心坎了。但是振华却看出了他的虚伪。爸爸担心方协文话说的滴水不漏，拒绝迎合他们，可能并非是他的心里话。如果他来到北京之后混得不好，很可能会把责任甩在玫瑰的身上。方协文说他是小地方长大的，不像北京的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他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没有很大的理想追求。玫瑰让他先不要辞职，他想要留在上海，并且已经投了简历。苏苏说他没有必要为了方协文委屈自己留在上海。以前和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爱得奋不顾身，现在依旧没有学会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围着男人打转。你怎么这么说我？是黄一梅，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玫瑰明显有些生气，她说是苏苏戒备心太重，总是害怕别人会辜负她的信任，伤害自己。她知道苏苏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说她的这种戒备心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她可以介绍给她一位心理治疗师。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两人不欢而散。方协文的出现似乎让玫瑰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不安。苏苏想要买一套房子，但是拒绝了振华在金钱上的帮助。虽然两个人一直在谈恋爱，苏苏却一直都给自己留有退路。振华只能向妈妈请教，妈妈说在那样的家庭长大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些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的样子，有些人彻底脱胎换骨。苏苏属于后一种人，她靠自己在北京安身立命，肯定会缺乏安全感，不像振华和玫瑰这样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肆意洒脱。如果振华真的喜欢她，就要多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他不领情啊，没跟我商量就买套房。我说我要帮他，就跟我要跟他放高利贷似的。日久见人心，慢慢来，不着急。妈，您要不是成天大鱼大肉的炖着，我都怀疑您成佛了。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这有什么错呀？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协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方协文骨子里的自卑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玫瑰的爸妈千里迢迢的来到上海，顾不上休息，二老就开始给他们做饭。他们提议让亲家母休息一段时间，他们来照顾玫瑰。听到这话，方协文母子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婆婆认为玫瑰的父母肯定是听说方协文买了大房子，想坑儿子一把。这买大房子钱是你挣的，凭什么让他们家人住啊？方协文告诉妈妈，结婚以后挣的钱叫夫妻共同财产，至于房子的事情人家根本不关心。可妈妈小肚鸡肠可不这么认为，她提醒儿子公司挣了多少钱千万不能告诉玫瑰。这时厨房里传来玫瑰久违的笑声，婆婆又开始阴阳怪气。你以为他不会笑吗？我这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他笑。这他爸妈来了，这脸上都跟乐了开花似的。他两个眼睛跟盯贼一样的看着玫瑰，谁能笑得出来？
玫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痛快的吃一顿饭。方协文说，公司的研发部现在已经有6个人，他打算再招2名测试人员，把公司搬到徐汇区。虽然租金贵一点，但是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方协文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成就，岳父好意提醒他量力而为，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让他不要有太大的负担。简单的一句话又刺痛了他的玻璃心，认为岳父瞧不起他。在回酒店的路上，爸妈已经明显的感觉到玫瑰变了，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方协文说，今天岳父母突然袭击，让他十分不满意。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既没说你辞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我怎么说啊？我说了，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有那么严重吗？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什么意思啊？是我做错了？是不是辞了职，我妈一来，你身体好多了？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还总是老埋怨。我什么时候埋怨他了？你一天到晚往外头跑，不就嫌他碍事儿吗？他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一天天的，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听到这话，方协文还觉得他们母子俩挺委屈。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你爸妈一来可倒好，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多难受。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哭不行，笑也不行。方协文又提到他想带岳父母到新房子看一眼，结果人家不领情，认为他们肯定是瞧不起自己，自顾自的睡觉。玫瑰对他小心眼的样子简直无语了。隔天，方协文告诉玫瑰他今晚早点回来，带岳父母到和平饭店吃个晚饭。玫瑰说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这么客气。她跟方协文商量，想让婆婆回家一段时间，让她的妈妈来陪她。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一天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那合着你爸妈来了就要把我妈赶走是吧？我是跟你商量。你们家人啊，永远都是不管不顾，由着性子来。既然方协文不想让他妈离开，玫瑰就说她想回北京待几天。没想到这句话又挑起了方协文脆弱的神经，认为他回去肯定是因为放不下庄国栋。这时玫瑰才知道自己错了，她根本就不该带方协文见庄国栋，导致他现在疑神疑鬼。婆婆在楼下听到他们的争吵，告诉方协文玫瑰想回北京就让他回去，省得在这惹他生气。无论他跑到哪儿，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们家的，主要是他也想回老家了。以后每个月再多给你5000块钱。玫瑰坐在公交车上，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这时她突然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踢了她一脚，让她真切地感觉到肚子里是一个生命。她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苏苏，一切的不开心都烟消云散。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这是真实存在的。以后你俩的互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女人生孩子都是要糖爷回来，用不着糖爷，对孩子不好。唐英是我妹，动不动的钱我出来，快来签字，快签字！干嘛？生产的痛苦让玫瑰疼得撕心裂肺，哥哥心疼妹妹，让方协文签字打无痛，却遭到恶婆婆阻拦。你签不签？你不签，我跟护士说，孩子他爸在来的路上被车撞死了，我这个就是签。不是，你咋不说话那么过分呢？你咒我儿子啊！你这个太过分了，你啊！在振华的逼迫下，方协文妥协签字，最终玫瑰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全家都很高兴，婆婆却嫌弃生的是个女孩。有了女儿的陪伴，玫瑰的心情也开朗了很多。他们一起晒着太阳，玫瑰又拾起了久违的画笔。方协文和玫瑰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方协文请大师算了名字，玫瑰在几个名字里挑中了磅礴霸气的方太初。婆婆说请大师算名字浪费钱，而且生的是个女儿，不用养的那么金贵，早晚都是人家的。她对照顾孙女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说自己受不了了要回家。这现在正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我怎么不能走啊？那棋牌室都1年多没开张了。过2年再要一个，你带不带？那说有就有啊。苏苏和振华来上海看玫瑰，因为上次打无痛的事儿，振华一直记恨方协文，来了就给他甩脸子。振华马上要自己开公司，正式开业以后可能就没时间来上海。今天他特意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给玫瑰买了她喜欢吃的糕点。玫瑰十分羡慕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忙。你等这小丫头大一点，你也出去工作啊？对你来说还不是想开一点？婆婆听说玫瑰想要去上班，让方协文抓紧时间要2胎，省得她出去工作。她才刚出月子，你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哎呦，那好多家那都是踩着肩膀生的，一个也是带，2个也是带，那早点生我还能少麻烦几年呢。自从玫瑰生了孩子之后，爸妈还没来看他们。振华说爸爸小腿摔断了，原本大家都让他隐瞒，但是苏苏认为还是应该让他知道。一股愧疚之情涌上玫瑰的心头。
他想给爸爸打电话，被振华阻止，让他假装不知情，省得爸妈还得担心他回奶。离开时，方协文邀请苏苏和振华到新公司参观，苏苏正好有事情找他商量，答应了他。振华被绊了一跤，他担心以后妹妹抱孩子磕着，嚷嚷着要给玫瑰和外甥女租一套好房子，苏苏却阻止了他。玫瑰刚出月子，收拾屋子这种大体力劳动她根本承受不了，振华这才知道自己冲动了。苏苏参观了方协文的公司，也肯定了他的成就。方协文的情绪价值终于在苏苏的身上得到满足。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我已经不再自卑了。掌控感可以让人慢慢积累出自信，这样很好。掌控力啊，得用在事儿上，不要用在人身上，尤其是自己的家人。晚上，玫瑰还是忍不住给爸爸打了电话。出那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说的嘛。不严重，都好差不多了。过2天我还得去你妈那个合唱团给他们伴舞呢。你就骗人吧你！你怀孕那会儿，不也晕倒过吗？也没跟我说呀。行了，这事儿啊，咱俩算是扯平了啊。爸爸越是这么说，玫瑰的心里越是愧疚。他让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我特想你们。第2年，玫瑰考了教师资格证。方协文查看了玫瑰的电脑，发现她还要考心理咨询师。他说，孩子的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玫瑰说，备考和照顾孩子根本不冲突，她每天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看书就行。显然，陪孩子这个理由无法阻止玫瑰。方协文又说，妈妈身体不舒服要回老家，他以后就请一个小时工来家里做饭。方协文知道玫瑰一定会拒绝请小时工，这样他就可以让玫瑰知道，他的重心应该放在家庭上，无暇顾及学习。你那个钱什么的，可得想着放好了啊，别什么事儿都告诉他，自己长点心眼儿。玫瑰对他坦诚相待，方协文却一直在耍小心眼。可是他的阴谋最终也没有成功。玫瑰依旧凭借自己出色的学习能力考取了证书，并且参加了一场国际学校的面试。虽然因为生孩子耽误了3年的时间，但是他出色的工作能力依旧稳定发挥。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么独断专行，合适吗？我的股份占51%，我觉得挺合适。自从玫瑰说要出去工作之后，方协文的控制欲就达到了顶峰，在发癫的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挣钱，赌上公司的前途，一起创业的合伙人也是对他失望至极。自从玫瑰开始找工作，他连照顾孩子都失去了耐心。他质问玫瑰为什么非要工作不可，家里又不缺钱。玫瑰说他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想找点事儿做。方协文说他要做的事儿就是照顾孩子，等女儿上了幼儿园再给他生一个儿子。玫瑰此刻对方协文无话可说，他知道方协文生儿子是假的，把他拴在身边才是真的，甚至宁愿待在书房都不愿和他睡一个房间。第2天，方协文竟然直接甩脸子，摔门而去。因为上次的面试没有结果，晚上玫瑰把女儿哄睡之后，准备再投几份简历，再次引起了方协文的不满。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满意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我挣的钱不够你花吗？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方协文不仅不让玫瑰工作，还否定她的价值。他让玫瑰在家养护好身体备孕，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3天2头出问题。玫瑰现在没有生孩子的想法。就算你为了小初小，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我自私？我这3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你说我自私？名字是咱们2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话不投机半句多，玫瑰没有再和他争辩。方协文的公司即将被并购，他把公司卖给出价更高的天狼星公司，这样不仅会削弱他们对公司的掌控权，1/3的员工也将会被裁员。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他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市侩的事儿。玫瑰突然接到了苏苏的电话，原本他打算和他哥领证结婚，苏苏告诉他自己结过婚，2个人出现了矛盾。玫瑰要回北京2、3天，把孩子交给方协文照顾，再次引起他的不满。家里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啊？是你爸出事儿了，还是你妈出事儿？我哥和苏苏。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你要骂我，等我回来再骂，好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带他2天？公司不是幼儿园，没人帮我看孩子。王一梅，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家在上海，你有丈夫有女儿，你是一个妈妈，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就是要回北京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玫瑰直接挂断了他的电话，执意回了北京。见到苏苏后，玫瑰问他被侵犯的事儿都愿意告诉哥哥，为什么结过婚的事儿要瞒着他？其实苏苏以为他不会再结婚，他和振华只是谈个恋爱，没想到振华的优秀让他有了再婚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居然以为自己有资格结婚。
他让玫瑰给振华传个话，说两人到此为止。另一边，方协文回到家，看到玫瑰留下的字条，说他带女儿一起回了北京，又开始发癫。我同意了吗？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你不管他，我只能带走。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过，这边的事办完2、3天就回去。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见什么人，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喂，你闭嘴吧！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决定了没用，你哪儿都别想去，除非你再也不想见到孩子。玫瑰再也受不了方协文的掌控和监视，提出了离婚。即便方协文百般阻挠，她仍然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当哥哥知道苏苏结过婚以后，仍然坚定的选择不离不弃，让他明白婚姻里面更重要的就是信任。爸妈得知苏苏的遭遇之后，也并没有阻止振华和她结婚，而是体谅苏苏的不容易，让她一定要加倍珍惜。反观方协文母子的行为，则令人十分下头。尤其是方协文看到了玫瑰的入职通知，打电话问玫瑰是不是对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就因为她想再有个孩子。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还是想一直把我拴在家里啊？挂断电话之后，方协文就打电话到嘉祥中学，说玫瑰已经怀孕，不能去入职。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她怀孕了，情况不太好，最近也在住院呢，所以他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因为方协文持续发癫，玫瑰没有等到苏苏和哥哥领证就要启程回北京。离开前，他问苏苏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考卷要不要提早交卷。虽然他知道方协文很想努力照顾这个家，让他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已经觉得越来越窒息。他开始反思，他们一开始或许就不是一路人。回到上海，方协文就从初初的嘴里套话，问他们这几天都去了哪里。玫瑰让他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干嘛套孩子的话。我这是关心你们俩，怎么能叫套话呢？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不对吗？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方协文，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这时方协文看到玫瑰做了指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玫瑰面带微笑，语气不屑一顾地说：喜欢。这次回来离婚的想法已经在他心里萌生。他查看了邮件，没看到入职通知。为了搞清楚原因，他再次来到面试的学校，这才知道方协文擅自推掉了他的工作。玫瑰立刻感觉到一阵恶心，打电话让方协文今天早点回家。方协文拿出手机查看定位，知道玫瑰去了学校，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被发现。这时和他一起创业的合伙人林浩说他要离开。既然方协文说公司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他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道不同不相为谋。有钱不好，我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蒂娜来公司看苏苏，听说玫瑰已经回了上海，她有些遗憾。原本做指甲那天，她向玫瑰透露出了想要开画廊的想法，想和她一起干，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走了。苏苏说玫瑰现在生活过得不开心，很压抑，尤其是玫瑰现在有了孩子，她不确定玫瑰是否会选择一起冒险，而她显然小瞧了玫瑰的勇气。玫瑰把孩子放在邻居家，等方协文回来，她一句废话没说，直接提出了离婚。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顺着你哄着你，你就不爱了？可笑吧！玫瑰说她给不了方协文儿女双全的生活，方协文也给不了她信任和尊重，他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何必勉强在一起？玫瑰说出了离婚的理由，方协文却依旧不答应，除非他一辈子也不想见到孩子。面对方协文的恼怒和威胁，玫瑰的语气则十分的平静。今天是我第一次提离婚，你愤怒啊，难以接受啊，我都能理解。但是老方，夫妻一场啊，我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儿。你要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起诉离婚，最多1年就结束了。我也一定能争取到小初的抚养权。其实我知道，学校的工作是你拒的，我也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安了定位软件。我去接孩子，没事，你可以冷静慢慢想想，过几天咱们再接着谈。玫瑰和方协文离婚后重回职场，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果然，女人最好的医美就是自信且独立。自从提出离婚的想法后，她从没有后退过一步。方协文拒绝和她沟通，她马上草拟了一份离婚诉讼，起诉离婚，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驳回；再次起诉要等到6个月之后。这段时间，方协文把公司卖给了天狼星，狠狠赚了一笔横财。他说要给女儿在上海买一套别墅当做嫁妆，可是玫瑰真的很讨厌他太爱钱的样子。玫瑰说她在给以前的出版社当翻译，虽然
收入比不上方协文，最起码能够证明他有能力养孩子。苏苏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无条件的支持玫瑰。有了家人的支持，玫瑰也更有底气。方协文醉醺醺的回到家，炫耀他把公司卖了很多钱。他说这些钱玫瑰他们一家一辈子都挣不到。还瞧不起我？你不把我当回事儿，没关系。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生扑。方协文的话刚说一半就晕了过去，因为酒精中毒被送进了医院。醒来后，方协文问玫瑰为什么不让他死了，这样玫瑰就彻底摆脱他了。可玫瑰从来没这么想过。方协文说离婚和丧偶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接下来玫瑰的话却让他打开了格局。他说方协文即便不是她的丈夫，也还是她的家人，是小初的爸爸。他希望彼此都不要记恨，以后好好生活。他说离婚只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不是人生的失败。如果金钱可以用数字衡量，那么玫瑰的心胸则让方协文望尘莫及。他最终还是同意和玫瑰离婚，还她自由。当错了人，就变成这个。玫瑰和女儿忙碌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而身后是方协文落寞的身影。他此刻一定非常后悔曾经对玫瑰的苛责。一路平安。爸妈和哥哥嫂子热情地迎接玫瑰回家。玫瑰和蒂娜合伙开了一家画廊，重新回归职场。玫瑰风采依旧，浑身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庄国栋听说玫瑰离婚后，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北京。只要玫瑰愿意，他可以为玫瑰留在北京。他希望玫瑰给他一个重新追求的机会。玫瑰给了庄国栋机会，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好准备。现在玫瑰有了孩子，2个人的约会变成了3个人。玫瑰给他一个儿童座椅，他手忙脚乱的样子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玫瑰不得不亲自上手，原本预约的法国大餐也改成了薯条和汉堡。周围小朋友吵闹的声音，庄国栋一时之间根本无法适应。他清楚玫瑰这么做是想让他知难而退。他说自己可以学着和小朋友相处，他不能再失去玫瑰了。没有我也过得挺好的。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谢谢你，陪我们玩了一天。离婚之后，黄一梅的灵魂伴侣傅家明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这也是他4段感情中最令人惋惜的一段。明明他们有着最契合的灵魂，可命运还是让他们以悲剧收场。就在2个人还没有见面的时候，仅仅是一幅画就让2个陌生人的精神产生共鸣。玫瑰的画廊开展当天，在众多的画作中，只有傅家明注意到了艺术装置下的钢琴。他随手弹了几个音符，旁边的门突然自动打开，里面放着一把钥匙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带我走3个字。根据钥匙扣上的图案和各种指引，傅家明来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面只摆放着一幅油画。根据阳光的移动，油画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变化，这让傅家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觉得这幅油画太过压抑，有一种让人看后想要跳海的冲动。他嘴角露出微笑，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他要对油画进行一番改造。玫瑰听到消息，马不停蹄地赶来，生怕哪个不识货的家伙糟蹋了他的心血。他着急忙慌地推开门，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油画并没有任何改动，反而在画框的上面多了一个大贝壳。玫瑰拿下贝壳，一首摇滚乐从旁边的音响中传出，玫瑰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而这幅油画仿佛也在音乐的律动下有了生命。沙滩、天空全都动了起来，就连玫瑰自己也跟着音乐翩翩起舞。看来有人比他更懂这幅画。他打听到傅家明驻场的酒吧，一眼就认出了他。你怎么认出我的？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玫瑰随手摆弄着乐器，问傅家明为什么要给他的画配上音乐。傅家明回答说，他的画让人看了压抑，想跳海。他加上音乐之后，让人想下海冲浪。这时，玫瑰的肚子传出咕咕咕的响声，她尴尬地说：“光顾着赶来见他都没有吃饭。”傅家明把玫瑰带回家，给她下了一碗面条。玫瑰很自然地接受了。玫瑰看着墙上的海报，才知道傅家明给很多电影都做过配乐。傅家明坐在钢琴前，现场演奏了一曲，悠扬的声音让玫瑰听得入了神。这时，突然手机提示音响了，又到了他吃药的时间。玫瑰发现他吃的竟然是伟哥，产生了误会。果然，玩音乐的都是老流氓，匆忙地逃离了贼窝。傅家明给他打了很多电话，想要解释清楚。玫瑰没给他机会，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他只能趁着玫瑰接孩子的时候到幼儿园门口堵他，解释伟哥虽然能够壮阳，但是他服用伟哥是为了治疗心脏病。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不活蹦乱跳的，谁信你有病啊？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两个人的误会还没解除，黄振华这边就发生了一件更令人恶心的事情。苏苏的妈妈来北京了，她说自己一个人把苏苏辛辛苦苦的拉扯大不容易。苏苏的继父对她也非常好。听到这话，振华差点没把手里的勺子捏碎。铺垫完之后，他直奔主题要钱。可是，在我们那儿啊，这嫁闺女啊是要收彩礼的。这要是收不到彩礼，会被人家笑话，就说我们家呀。您老家是个什么样的规矩？20万。行，没问题。振华如此痛快的答应，让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要少了。是啊，那我说的是最少的。那彩礼要是收少了，别人也会看不起。你看，去年他表姨家那个闺女结婚，哎呦，那是收了40万，人家还送了一辆新车。还有那个前年呢，他那个表舅家闺女结婚，哎呦，那更厉害哦，那是给了60万呐，真是。所以你看，我们那儿就这样。我不是心疼你嘛，就说的是最少的。谢谢，来喝点水，喝点水。黄一梅得知傅家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伤心欲绝。方协文返场戳他的心窝子，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苏苏发现了当年被强奸的真相，整个人都裂开了，不得不进行心理治疗。离婚之后，傅家明就走进了玫瑰的生活。他教初初弹钢琴，教他给死去的兔子写歌曲安慰他，很快就得到了初初的认可。而玫瑰和他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为了给他们助攻，苏苏提议让振华以公司的名义团建，给两个人创造机会。出发那天，傅家明直接上了玫瑰的车。振华看到两人关系如此亲近，觉得他们肯定能成，可把一旁的周世辉羡慕坏了。傅家明给初初买了零食和贴纸，他很会和小朋友相处。他爸爸呢？他爸在上海，经常给小叔打电话，有空的话我也送小叔回去看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挺聪明的，也很上进，脾气也挺好，对家人挺上心的。挺好的男人，为什么要离婚呢？他是好男人，我也是好女人，好不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呗。在露营地，傅家明串了2串野生蚂蚱，遭到大伙的一致嫌弃。只有玫瑰肯陪着他尝试。傅家明带着玫瑰划野船，两个人不小心摔倒，抱在了一起，顺其自然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真没生活了。全世界只有老周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如果知道振华是为了撮合玫瑰和傅家明才组织这次团建，他肯定不会来。他向振华抱怨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借钱的事情说漏了嘴。苏苏这才知道，振华偷偷向周世辉借了20万给他的丈母娘。我不给他拿钱，他不高兴；我给他拿钱，你又不高兴。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以后要把钱还给你。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媳妇儿，用得着分那么清楚吗？那我自己的事儿，你但凡要早点告诉我，都不至于惹那么大麻烦。苏苏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回到老家把钱要回来，没想到却成了他破碎的开始。不仅钱都被继父糟践了，妈妈还被继父给打了。即便如此，妈妈还是护着他。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得知苏苏是回来要钱的，妈妈问他是不是黄振华听说了什么，后悔了，想把钱要回去。听说什么呀？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以前的事儿，他都知道了。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不就是那一次吗？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我就问你知不知道他强奸过我？哎呀，你小点声，你别让邻居听见了。原来妈妈一直都知道他被强奸的真相，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替继父隐瞒，还冤枉苏苏说他诬陷继父。苏苏简直都要裂开了。那种年纪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为什么不报警？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让大家怎么想啊？说我女儿勾搭他后爸。今后还怎么见人呢？我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呢，我这不是都是为你好吗？原来妈妈一直都知道苏苏被强奸的真相，却选择替继父隐瞒。不仅如此，她还让苏苏站在继父的角度考虑。当年她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整天在她面前出现，她怎么可能会不瞎想呢？她还安慰苏苏说，这件事每个女人都会经历，眼睛一闭就过去了。要怪就怪她的生父死得太早，如果不是继父收留他们，他们早就饿死了。让她一定要感恩。这话说的苏苏心都碎了，为了一口饭，她竟然用自己的女儿报答。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你没有这口饭，你还能活到今天吗？如果这话都能忍的话，那他接下来的话更是震碎了人的三观。他好歹看上的是你，
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咱们母女俩怎么活呀？妈妈委屈的泪如泉涌，苏苏再多看一眼都感觉自己会疯。她走出门再也忍不住了，妈妈的话让她恶心的一阵干呕。原本她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就做不到。她恨他们狼狈为奸，也恨自己当初没有报警。她让玫瑰给她物色一个心理咨询师，她现在非常需要心理辅导。玫瑰安慰她说，那些人不值得她怨恨，怨恨他们只会让她消耗自己。此刻玫瑰试着疏导苏苏的坏情绪，而不久之后她也将迎来自己的破碎时刻。就在苏苏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玫瑰参加了傅家明弟弟的婚礼，这也是玫瑰的爸妈第一次见到傅家明，夸他人长得帅气，而且性格成熟稳重，挑不出一点毛病，对他十分满意。可结婚典礼刚刚结束，傅家明突然感觉心脏不适晕倒了，被紧急送往医院。玫瑰这才知道，傅家明因为先天性心脏病不到1岁就做了开胸手术，10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平日里他活蹦乱跳的，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其实他走路上楼梯都比普通人要困难很多，就像是背负沙袋一样。经过抢救，傅家明的病情稳定下来，但是依旧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段时间。玫瑰一直守在外面，她心疼傅家明，感觉都要碎了。方协文打电话给他，却始终无人接听，只能打给他的爸妈，问他什么时候把初初送到上海。这时初初从噩梦中惊醒。爸爸，傅家明死了！小初怎么哭成这样啊？傅家明是谁啊？傅家明醒后向玫瑰道歉，他应该早点告诉他自己是一个病人，却妄图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恋爱。他向玫瑰提出了分手，玫瑰当然不会怪他。从医院出来之后，玫瑰一直魂不守舍。苏苏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玫瑰说他现在没有力气想。他拿出手机给方协文回了一个电话，说等他安排好时间就会把初初送到上海。黄一梅，那个傅家明是谁啊？我没猜错的话，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我没有资格管。但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就算你不为了自己着想，也要为女儿想一想。方协文的话让玫瑰直接破防了，她再也控制不住眼睛里的泪水，整个人都要破碎了。苏苏让她回去好好睡一觉，睡醒以后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情只有她自己能够解决。玫瑰说她很害怕这件事情，她想知道爸妈的想法。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我们不会帮他原因。如果你选择放手，我们也不会说你无情。这就是人性。爸爸说玫瑰无论做什么决定他们都支持，他让玫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别多想，也别太懂事。人这一辈子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这辈子就值了。说实话，我真怀念你小时候的样子，无拘无束。傅家明重病缠身，和玫瑰提出了分手。玫瑰不愿意生理选择和他共同面对，始终不离不弃。初初也对傅家明十分亲近，让方协文心生嫉妒，想要重新夺回女儿的抚养权。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跟你男朋友有任何接触。玫瑰问蒂娜，生离死别这件事，究竟生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呢？认识这么久，蒂娜第一次见玫瑰这么悲观。蒂娜回想起和老顾最后的时光无人打搅，那段时间对于她来说充实且美好。短暂的二人世界让她知道自己一直都爱着老顾。她说，或许只有越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才能更清楚自己的感情。振华到医院看望傅家明，都是当哥哥的人。振华的来意，傅家明心知肚明，也十分理解。老傅，我跟黄一梅提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放心，我也不想连累他。玫瑰告诉哥哥，分手是傅家明的决定，不是他的决定。振华清楚妹妹一旦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变，他也选择了尊重。这么做值得吗？在我这儿没什么值不值得。玫瑰告诉傅家明，她能接受被死亡分别，但是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她告诉傅家明不要妄想甩掉他，也别想做一个懦夫。玫瑰坚决不分手，并且强吻了傅家明。傅家明出院之后，玫瑰不让他做任何体力劳动，在工作中也时时刻刻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可傅家明依旧想冒险一次，他带着玫瑰来到火锅店，非要吃一次魔鬼辣的火锅。玫瑰自然很担心影响他的身体状况。对于普通人来说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却充满了危险。他说自己不想当懦夫，也不希望整天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顾，谨小慎微的活着。方协文从小初的口中得知傅家明快要死了。傅家明要死了吗？妈妈说每个人都会死，妈妈会死，爸爸会死，小初也会死。妈妈胡说呢。玫瑰对小厨关于生命的教育，让方协文觉得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他认为过早的经历死亡不利于他的成长，甚至和玫瑰大吵一架。我不希望你给他灌输那些阴暗的东西。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她呀？你这不是富养，你这是娇生惯养。那是我女儿，我说不行就不行。小初也很久没来上海了，你什么时候送她过来？
你要没空，我让肖小雨过去接他。方协文有了想要争夺初初抚养权的想法，他首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她能来上海照顾小初。妈妈本来就十分重男轻女，根本不稀罕照顾，并且催促方协文赶紧结婚，再生一个儿子。这些年，方协文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赚得盆满钵满。振华说玫瑰是属于前人栽树，让后人乘凉，玫瑰则十分坦然，说方协文本身就是一棵大树，至于谁来乘凉跟他都毫无关系。方协文让助理小雨来北京接初初去上海，小雨一直喜欢方协文，可方协文只当他是一个普通职员，他买了初初喜欢吃的各种食物，一直辛苦的忙前忙后。方协文也并没有把他留下来吃饭。和初初短暂的相处，方协文惊奇地发现初初总是把傅家明挂在嘴边，不由得让他的嫉妒心和控制欲再次作祟。他必须要把初初留在自己身边。他打电话给玫瑰，让他把北京的幼儿园退了，说初初以后会留在上海和他一起生活，他会给初初找一个更好的幼儿园。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家明再接触我女儿？你有听我的话吗？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家明，干什么都想着傅家明。在他心里面，傅家明甚至比我这个亲爹还重要。这都你挑的吗？你别那么小心眼儿行不行啊？我认为你教不好他，那就我来教。以后小初跟着我了。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初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她留在上海。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派出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派出抢回来干嘛呢？我没有抢，而且你妈当时说的，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给你生儿子，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男科看看啊！方协文想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玫瑰因为要照顾傅家明，只能让振华到上海抢孩子。方协文拒绝和他沟通，黄振华直接在公司贴脸开大，最终两个人都进了派出所。我还是那句话，黄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苏苏问方协文是不是真的爱孩子。当然，苏苏说他的确可以在物质上给初初更多，但是他又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他呢？他不顾一切的把初初抢过来，又不负责任的把他交给一个不喜欢他的奶奶照顾，让他见不到家人朋友，未来初初的生活肯定不会快乐。他说方协文这不是爱，是控制，就像当年他控制玫瑰一样。方协文若有所思，但是依旧坚持争夺抚养权。很快玫瑰也来到上海和方协文面谈，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玫瑰说他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商量着来，而非互相指责对方。他明白方协文想弥补对初初的爱，也表示愿意和他重新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听到这话，方协文顿时有些羞愧，他这才注意到玫瑰脸上的疲惫，问他傅家明最近怎么样。玫瑰说不太好。方协文利用自己的关系给傅家明找了一位心脏科的专家，他说自己总是给玫瑰找麻烦，这次就当是将功补过。玫瑰把初初暂时交给方协文照顾，他回到北京带傅家明做了全面的检查，但是结果却犹如晴天霹雳，傅家明的左心室破损，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粘连，情况非常不好，随时都有可能会死。傅家明看着玫瑰的表情，瞬间就明白了一切。他整理好自己的乐器，准备把它们送给自己的朋友，却唯独没有留给玫瑰，怕她睹物思人。他说给玫瑰画展做的音乐快要完成，可是还差一点东西。他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小时候春游爬山，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爬山对心脏的负荷太重，严重的话他可能会猝死。爸妈说病好了就带他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为了帮他完成这个心愿，玫瑰带着佳敏开始制定详细的爬山线路，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要准备预案。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让他有遗憾。原本半天就能爬到山顶，玫瑰带着傅家明却需要2天的时间。他们晚上在半山腰扎营，傅家明突然告诉大家他登记了遗体捐献，弟弟马上表示不同意，说他以后想哥哥的时候连一个看他的地方都没有。傅家明表示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并不重要，他也希望他走了以后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他也希望以后大家想起他是他活着的样子，而不是烧完了变成了一把灰。这个决定玫瑰也无法接受，但是他选择理解傅家明，并且在傅家明的影响下，他也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次日他们继续向
向山顶冲锋，气氛轻松惬意。按照计划，1个小时后他们将成功登顶。不料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他们只能暂时躲起来，不知道雨什么时候会停。如果这次不能登顶，以后就没机会了。傅家明安慰玫瑰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意愿去发生，如果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他让玫瑰把这次爬山当作他们之间的告别，告别完以后就彻底把他忘了。雨没有一直下，2个人最终共同到达山顶。傅家明听到了山顶的风，让他短暂的人生少了一点遗憾。他安静地靠在玫瑰的肩膀，再也没有醒来。玫瑰按照他的遗愿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他骑上了傅家明的摩托车，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玫瑰的故事大结局来了。傅家明死后，黄一梅再次恢复单身。庄国栋在玫瑰生日那天回国，并没有对玫瑰再次发起爱的冲锋，而是坦然地接受了2人曾经的关系。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我们就好像是一段被爱情升华过的友情。方协文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只为距离玫瑰和初初更近一点。他想要和玫瑰复合，被拒绝。而最爽的就是苏苏亲手把继父送进了监狱。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原本苏苏的强奸案已经过了追诉期，即便是找到证据，也不能将继父绳之以法。可没想到继父竟然再次猥亵了一个6岁小女孩，对方要求赔偿30万。妈妈打电话给苏苏要钱，说她继父是被诬陷的，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苏苏在同情受害者遭遇的同时，庆幸报复继父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要出钱帮那个女孩告他。以前苏苏都是一个人回去面对，这次振华要求和他一起回去。根据小杰描述，小女孩是对面的邻居，继父偶尔会给她买一些零食。那天他家大人回去的早，继父就把手伸到了女孩的衣服里。苏苏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过去的阴影始终纠缠着他。看着姐姐痛苦的样子，小杰终于承认，当年苏苏被强奸的时候，他看到了全部过程。他恨自己太懦弱，不仅没有帮助姐姐，还害了别人。他现在十分的后悔。苏苏找到女孩的家人，初次见面，他们对苏苏充满了敌意。苏苏表示他可以出钱让女孩接受心理辅导，却引来他们的误解。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苏苏问他们为什么不报警，他解释说，像这种案子，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补偿。虽然他们也想让狗东西绳之以法，但是考虑到女孩以后的名声，还是选择私了。拿到钱以后赶紧搬走。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她的人，到时候她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苏苏说，他们的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她小时候就被那个畜生侵犯。如果她的妈妈当时选择了报警，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如果妈妈当时跟她说她没有错，她也不至于到现在都活在阴影里。经过苏苏的劝说，对方同意起诉继父，苏苏也答应他们会赔偿女孩一笔钱用作后续治疗。苏苏回到家，继父已经被带走了，只有妈妈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凳子上。她依旧认为继父是被诬陷的。苏苏问她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她这一辈子都在给继父当帮凶。现在警察已经立案，除了小女孩的证词，苏苏把自己被强奸的事情告诉警察，小杰也在警察局帮他作证。虽然过了追诉期无法单独立案，但是可以作为猥亵案的佐证，证明他是一个惯犯。警察会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新的受害者，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苏苏说，这间房子他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也不会再管他叫妈。他以后会继续给他打钱，但是他不能再控制小杰，不管小杰以后去哪，他都不能干涉，否则他一定会让他孤独终老。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估计能判多少年？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黄一梅急匆匆赶回家，却被一家人吓得腿软。黄振华让她不要演了，知道她又戏精附身了。黄一梅亲手切了蛋糕，方太初用钢琴伴奏，大家一起唱生日歌。黄一梅许了一个小小心愿，家人都给黄一梅准备了礼物。黄振华送给她一个限量版的头盔，让黄一梅爱不释手。庄国栋在北京买了个大房子，想让父亲搬过来一起住，怎料庄太文习惯了一个人住，他催庄国栋尽快成家，让他放下黄一梅，一个老单身加上一个小单身，相互加油打气。
庄国栋请玫瑰吃西餐，特意点了白酒炖清口，不禁让黄一梅想起6年前的事。白酒炖清口，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庄国栋认为当时没有满足玫瑰的愿望，所以才失去了她。黄一梅劝他忘了过去，尽快找个女朋友结婚吧。怎料庄国栋心里装不下别人，责怪黄一梅给他留下心理阴影。黄一梅提醒他不要钻牛角尖，叫他认认真真谈一场恋爱，到时候过来吃他的喜酒。黄振华下班接苏苏回家，没想到看到苏苏从一个男人的车里下来。黄振华听周世辉说过，苏苏背着他和一个男人单独吃饭，于是急忙驾车跟了过去，怎料在红绿灯处把车跟丢了。苏更生下班回家后，黄振华急忙打听他今天坐谁的车。彭松涛。黄振华突然想起来了，彭松涛是苏苏的前夫，他俩怎么会走在一起的？晚上苏苏给他解释，他俩原来在北京有一间房子，因为之前写着2人的名字，现在要卖掉，特意叫苏苏去办过户，还可以分给苏苏一笔钱。黄振华也不稀罕那点钱，他不想让苏苏再和前夫有瓜葛。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多累呀！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黄振华在周世辉面前大发牢骚，周世辉觉得真没必要。彭松涛论长相论事业，哪一样可以和他相比？经过周世辉的开导，黄振华心里面好了许多。为了给方太初小学毕业礼物，黄一梅带他去坐飞机，没想到开启了黄一梅人生中的第4段恋情。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你好。你好，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3毛的书粉吧？3毛流浪记。3毛当时与何西在西班牙相识，何西还在读大2，由于他还要读4年书，然后服2年的兵役，让3毛等他6年。6年里2人不再联系，却在6年后的某一天相遇。这么唯美的爱情又要重演吗？何西带黄一梅和方太初飞翔，还玩了各种飞行技巧，让黄一梅和小初惊叫连连。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让黄一梅久久不能释怀。妈妈，这个也太好玩了吧！跟你说了吗？你给我拍照片了吗？废话，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那当然，什么破模拟舱啊！飞行结束后，方太初意犹未尽，感觉比原来的模拟舱好玩多了。而黄一梅萌生了开飞机的想法。女人正准备和教练去吃饭，没想到前夫找了过来。玫瑰，今天整得这么晚啊？黄一梅看穿方协文的小伎俩，知道他想宣示主权，索性就给他个面子。黄一梅不愧为绘画出身，根据何西讲的内容，很快画了一个小飞机。何西以为他没用心思，当场考他飞机的5大系统，怎料黄一梅对答如流：机身、机翼、尾翼、动力装置、起落装置。黄一梅冰雪聪明，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不但全部掌握了何西讲的内容，还对要点做好了笔记，让何西老师对他刮目相看。黄一梅走后，何西拿起他刚才画的飞机，栩栩如生的样子更是爱不释手，急忙把笔记取下收藏起来。当他骑车准备回宿舍的时候，却发现黄一梅的机车坏了。怎么了？哟，何教练啊，这车咋突然熄火了？何西学机械出身，想着正好给黄一梅露一手，怎料这辆摩托太老，鼓捣半天也没修好。黄一梅想找救援队帮忙，何西觉得太贵，2人只好把车推到基地。何西以天太晚不安全为由，帮黄一梅打了一辆网约车，方便他随时关注司机的行车路线。其实他想知道黄一梅家的地址，黄一梅不好意思让他付车费，何西就顺水推舟加了黄一梅的微信。他看到黄一梅脸上有一块修车时蹭上的油污，又趁机拍了照片给黄一梅看。回到家后，方太初对妈妈学开飞机提出了质疑：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小初认为母亲太忙碌，整日里抱个书看，这么大了还没个自由。怎料黄一梅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自由，知识多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2人正说话的时候，何西发来信息，黄一梅的摩托车修好了。第2天，黄一梅去取车，准备请何西吃个饭，怎料何西正好有事。根据日程安排，黄一梅开始实操。当她对完所有数据后，联系塔台准备起飞。由于紧张的缘故，黄一梅起飞特别猛，何西对她提出严厉的批评。下飞机后，黄一梅晕得厉害，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4级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第2天上课，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黄一梅和何西聊了起来。何西本应该去拿飞民航的执照，因要60万的学费，所以一直耽误着。黄一梅准备资助他考民航执照，怎料何西要自己奋斗攒钱。
方协文接方太初到新房去住，当方太初翻出黄一梅学飞行的视频给方协文看，方协文心里酸溜溜的。他特意去飞行学校接黄一梅。方协文坦言想过原来的一家3口的日子，怎料黄一梅用违替术语回答他：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方协文和庄国栋一样，因为黄一梅给他们留下太完美的缘故，所以无法再接受另外的女人。黄一梅进行单飞科目实操，一切准备好以后，她从容拉起起飞杆。荷西在停机坪关注着黄一梅的一举一动，黄一梅有条不紊，圆满完成了这次单飞。荷西和同事们给黄一梅举行了泼水的庆祝仪式。1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荷西要去学民航飞行，当他许诺要1年后接玫瑰的时候，却被黄一梅拒绝了。玫瑰认为1年里有很多不确定，如果遇到了真爱，随遇而安最好。黄一梅预祝他早日学成归来。荷西在黄一梅额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2个人依依惜别。黄一梅送走荷西，她骑着傅家明的摩托，心里感觉前所未有的通透与畅快。她不再祈求幸福，因为她自己便是幸福。黄一梅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人生每个环节都要过得精彩，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地不断前行。这是我先生方协文，我们刚结婚。I'ma make you fall in love. Just step back and